想象一下，公元前140年，一个年轻的皇帝坐在龙椅上，他拥有辽阔的疆土、强大的军队，却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：帝国太大了，人心太散了，各地诸侯蠢蠢欲动，民间思想五花八门，官员们各说各话，这个帝国随时可能从内部崩塌。汉武帝急需一个答案，而给出这个答案的人，此刻正坐在一间简陋的书房里，已经3年没有踏进过自家的后花园。他叫董仲舒。董仲舒年轻时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无法理解的事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读书，整整3年，连自家后花园都没去过一眼。史书上只留下4个字：3年不窥园。这种近乎偏执的专注，让他把儒家经典啃到了骨髓里，尤其对春秋的研究达到了当时无人能及的高度。但他不是书呆子，他把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的思想像炼金一样融于一炉，锻造出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。他在民间讲学，弟子多到很多人只能隔着帘子听他讲课，再由亲传弟子转述给其他人。他的声望已经传到了皇宫深处，汉武帝召见了他。董仲舒呈上了3份对策，后人称之为天人3策。这不是3篇普通的奏章，而是一套完整的帝国操作系统。他的核心主张只有8个字：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注意，他不是要烧掉其他学派的书，而是做了一件更厉害的事，把儒家确立为国家唯一官方思想。从此，太学历只教儒家经典，想做官就必须学儒学。整个国家的教育、选官、伦理标准全部统一到儒家框架之下。汉武帝全盘采纳，这一采纳就是2000多年。董仲舒还做了一件极其聪明的事，他告诉汉武帝，你是天子，权力来自上天，神圣不可侵犯，这是皇帝最爱听的。但他紧接着说，如果你胡作非为，上天会用地震、洪水、日食来警告你，再不改正，天命就会转移。这就是天人感应，他用天给皇权套上了一个紧箍咒。皇帝有了神圣性，但也有了约束。这套理论精妙到让汉武帝既感到被抬举，又感到被制约。此后2000年，中国历代皇帝都活在这套逻辑里。他还提出了大一统这3个字，至今仍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。从秦汉到唐宋，从明清到今天，追求国家统一、反对分裂的执念源头就在这里。在政治之外，董仲舒还做了一件事，影响可能更深远。他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立了规矩：3纲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这是社会秩序的骨架。5常仁义礼智信，这是做人的底线。你可以批评这些观念在后世变得僵化甚至压迫，但在2000年前的西汉，他们为混乱的社会提供了清晰的行为准则，让亿万人知道该怎么相处、怎么合作、怎么生活。在治国上，他主张德主刑辅，以道德教化为主，刑法只是辅助。他反对严刑峻法，反对官员与百姓争利，主张轻徭薄赋，爱护百姓。这种民本思想让中国古代政治始终保留着一抹温情。他还力推官方教育和人才推荐制度，为后来的科举制埋下了种子。普通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路，是他最早铺下的。讽刺的是，这位为帝国设计了整套蓝图的人，自己的仕途却一塌糊涂。他太正直，不懂官场那一套，曾因直言上书差点被处死。晚年辞官回家，专心著书，家境清贫。但即便如此，朝廷遇到大事，汉武帝还是会派人快马加鞭到他家里请教。他去世时留下的不是金银，而是满屋子的书和一个已经被彻底改变的中国。今天回头看董仲舒，你不能简单的用进步或落后来评价他。他做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，在2000多年前，用一套思想把一个庞大的帝国从精神到制度全部整合起来。儒家从此不再是百家中的一家，而是中华文明的主干道。当然，代价也存在，独尊儒术让学术失去了多元竞争的活力，3纲在后世被极端化，成了束缚人性的枷锁。但这些阴影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，他是站在历史关口，为中华文明搭建框架的那个人。你今天重视教育，认同国家统一，讲仁义礼智信，相信为政者应该以德服人，这些深入骨髓的观念，都可以追溯到那个3年不看花园的书生。理解董仲舒，就是理解中国为什么是中国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
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